总裁老公嫌我乡下来上不了台面，带小三参加100亿签约会，甲方大佬当场发飙，我女儿呢？这个狐狸精是谁？所有人都说顾延伸是天之骄子，而我是他人生中唯一的污点。我永远记得那天，云顶1号签约厅的水晶灯亮得像要把人烧穿，我穿着服务生的白衬衫黑马甲，胸牌上别着盛世酒店的实习生工牌，推着一辆12层香槟塔餐车，从侧门的阴影里慢慢滑入。厅内空气冷冽，混合着香槟、冷萃咖啡和某种昂贵的木质调香氛，像一场不属于我的盛宴。记者们的长枪短炮架在红毯两侧，财经主播对着镜头播报。顾氏集团与沈氏集团的100亿新能源合作签约仪式即将开始，这场合作将重塑整个行业格局，也标志着老牌财阀沈氏对新兴资本顾氏的正式认可。我死死盯着红毯尽头那个男人，顾延伸穿着我昨天亲手熨烫的黑色高定西装，深灰色领带系着温莎结，袖扣是去年结婚纪念日我攒了3个月工资买的蓝宝石袖扣。他身姿挺拔，侧脸线条锋利，下颌微扬，像从财经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神。此刻他微微侧身，手臂弯里搭着另一个女人。许薇薇穿一袭香槟色鱼尾礼服，V领开到腰际，脖子上那条星辰之泪钻石项链是她用我的嫁妆钱拍下的发票，我还留在抽屉底层，金额是320万。她脚踩12厘米红底鞋，步态优雅，笑容甜腻，像这场签约会的女主人。我推着餐车，指甲掐进掌心，喉咙里泛起铁锈味。今天这场签约会，我本该是他的女伴。昨晚，我鼓起勇气拿出花了300块买的打折晚礼服，小心翼翼问他：延伸，明天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？我学了很多礼仪，不会给你丢人。顾延伸坐在书桌后，连头都没抬，语气像在打发一个乞丐。沈氏集团是千亿财团，沈镇老爷子最重门面，你一个乡下来的，满身泥土味，上台只会让顾家沦为笑柄，在家待着，别给我添乱。可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我喉咙发紧。他终于抬头，眼里的嫌恶像刀子。林婉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3年，你算我哪门子妻子？除了那张结婚证，你哪一点配得上顾太太3个字？微微才是我该带出去的女人。说完，他站起来，将一张黑卡扔到我面前，明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卡里有10万，去买点像样衣服，别整天穿得像保洁。那张卡砸在我脸上，不疼，但比扇耳光还屈辱。我没有捡，转身回了房间。然后我听见顾延伸对管家说，明天把他的门反锁，别让他跑出来丢人现眼。今天早晨，我的房门果然被反锁。张姨在外面叹气，太太，您别怪先生，他也是为了顾家。我笑着应了，然后从卧室窗户翻了出去。2楼不高，我落在后花坛的冬青丛里，划破了小腿，血渗出来，我撕了裙摆，一脚绑住。我打车来到云顶酒店，找到在大学打工时认识的领班老周，借了一套服务生制服，混进签约会。我就是想看看他想让谁站在他身边。我也想知道这3年的隐忍和委屈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。其实我早就有退路，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1个月前就有人来告诉我了，但我一直压着，因为我想亲眼看一看顾延伸能把我踩到什么程度，看完我就死心。顾总来了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，
红毯尽头，沈氏集团董事长沈震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出来。他穿着深灰色中山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60多岁的人，眼神却比鹰还锐利。他身边跟着2个黑衣保镖，还有沈氏首席法律顾问周正。我心跳猛地加速。1个月前，这个人找到我，递给我一份 DNA 鉴定报告，红着眼睛说：“婉婉，我是你爸爸，当年你2岁时在庙会上走丢，你妈妈到死都在找你，现在爸爸找到你了，跟爸爸回家吧。”我从小在南方乡下长大，养父母早亡，是外婆把我拉扯大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邻家女儿，直到1个月前才知道，我本名沈婉，是沈震的独生女，沈氏集团唯一继承人。当时我哭着问他，为什么现在才找到我？沈震握住我的手，爸爸找了23年，3个月前才通过警方 DNA 数据库比对找到你。婉婉，你受苦了。我求他，爸爸，能不能先不要公开我的身份？我想处理一些事。他没有追问，只是点头，好，爸爸等你，但我要顾延伸带你来签约会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你正式介绍给商界。顾延伸，他配不上你，但爸爸想看看他还有没有救。我答应了。我知道沈震对顾家还有最后一丝期待，因为顾延伸毕竟是他女婿，可我没告诉他，我丈夫早就出轨，早就不把我当人看，我想自己撕开这层脓疮。此刻，顾延伸挽着许薇薇的手走向沈震，他笑容得体中带着讨好。沈董，感谢您给顾氏这个机会，100亿新能源合作，顾氏一定会做到最好。沈震的目光扫过许薇薇，脸色一点点沉下去。顾总，你太太呢？我记得这场签约会，我邀请函上写的是顾延伸先生携太太出席，你太太叫林婉，对吧？顾延伸笑容微僵，随即自然地说，沈董，我太太林婉最近身体不适，而且她平时住在乡下，可能不太适应这种正式场合，今天由我们公司品牌总监许薇薇小姐代表出席，薇薇跟沈董打个招呼。许薇薇款款上前，声音甜得发腻，沈董您好，我是许薇薇，延伸的合作伙伴，常常听他提起您，说您是他的偶像。沈震没有伸手，也没有看他，只盯着顾延伸，眼神像结了冰。身体不适，住在乡下。顾总，我记得你3年前结婚，法律上的妻子叫林婉，你口口声声说她不适应场合，那今天这个狐狸精是谁？沈董，您……顾延伸愣住了。沈震突然提高声音，整个签约厅都安静下来。我问你，我女儿呢？这个狐狸精是谁？我手一颤，餐车砰地撞上罗马柱，12层香槟塔摇晃了一下，最上面那只水晶杯哗啦坠地，碎成千万片，金黄色的香槟泼在地毯上，像一滩眼泪，所有人的目光射向我。顾延伸猛地回头，脸色从震惊变成暴怒。林婉，你怎么混进来的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站在碎裂的香槟和众人的注视里，慢慢摘下脸上的口罩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记者群里有人倒吸冷气，那不是顾太太吗？她怎么穿着服务员的衣服？许薇薇失声，林婉，你怎么穿着服务员的衣服？天，你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吗？我无视他，只看着沈震，他也在看着我。刚才还凌厉如刀的眼神瞬间软下来，眼眶红了。他快步朝我走来，保镖想拦，被他一把推开。婉婉，他握住我冰凉的手，到爸爸这里来。
我感觉满厅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身上。有人低声议论，沈董叫她婉婉，她不是顾延伸那个乡下老婆吗？天啊，她是沈震的女儿。顾延伸的脸白得像纸，他往前一步，声音都在抖。沈董，您说什么？林婉是您女儿？沈震把我的手握得很紧，转身面对众人，声音洪亮如钟。各位，借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我沈震正式宣布，林婉，原名沈婉，是我沈震失散23年的亲生女儿，沈氏集团唯一合法继承人。1个月前，我们已经做过 DNA 鉴定，这些年她在外面吃了很多苦，而某些人有眼无珠，错把明珠当榆木，还带个上不了台面的狐狸精来羞辱她。最后一句，他说的咬牙切齿，目光像刀一样剜过顾延伸和许薇薇。许薇薇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，她踉跄一下，尖声道：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是沈氏千金？沈董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林婉她就是个乡下土包子，她连西餐刀叉都不会用，她怎么可能是您女儿？沈震冷声道：我沈震的女儿，流落到哪里都是凤凰。倒是你，许小姐，插足别人婚姻，今天还敢站在这里，是觉得沈家好欺负，还是顾家能护住你？许薇薇脸色煞白，求救地看向顾延伸。顾延伸呆若木鸡，嘴唇翕动，却说不出一个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沈震说：爸，我自己来处理。然后我转向顾延伸，一步一步走过去，全场安静的能听见香槟滴落的声音。顾延伸，我停在他面前，抬起眼睛。昨晚你说我满身泥土味，上不了台面，你说许薇薇才是你该带出来的女人，现在你觉得我配得上顾太太这个身份吗？他像被人打了一拳，喉结滚动，突然抓住我的胳膊。婉婉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知道你是沈董的女儿，我这些年只是工作太忙，忽略了你，我心里是有你的。我笑了，那笑声在空荡的大厅里显得格外讽刺，心里有我。所以带许薇薇出席100亿签约会，对外称她是顾太太，所以把我的嫁妆钱拿去给她买钻石项链，所以把我锁在杂物间，怕我出来丢人现眼。每一个字都像耳光扇在她脸上。许薇薇尖声道：林婉，你少血口喷人，延伸他根本不爱你，你占着顾太太的位置不放，你才不要脸。我转头看向他，目光冷得让他后退一步。许薇薇那条星辰之类的发票，酒店开房记录，你发给我那些挑衅短信，我都留了档，等我的离婚律师联系你们时，我们慢慢算。他脸色变了，你敢？沈震在旁边沉声道：顾延伸，签约会到此为止，沈氏集团不会与一个品行不端、背信弃义的人合作。法务发声明，解除全部合作意向，顾氏集团列入沈氏永久黑名单。顾延伸瞳孔骤缩：沈董，您不能这样，100亿项目关系到顾氏生死，您不能因为私人恩怨就私人恩怨。沈震冷笑：你公开带小三出席商务签约会，欺骗合作方，还涉嫌欺诈，这不仅是私人恩怨，这是商业信誉问题，我会让整个商界看看你顾延伸是个什么东西。他转向记者，拍清楚点，明天的头条我要看到顾延伸和这个狐狸精的脸。记者们像打了鸡血一样狂按快门。顾延伸伸手想挡镜头，许薇薇捂着脸尖叫，场面一度混乱。我站在风暴中心，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。3年了，
我仰起头，让眼眶里的泪倒流回去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顾家任人糟践的林婉，我是沈婉。签约会结束，沈震让保镖护送我离开，顾延伸追上来，被2个黑衣保镖拦住。他扒着车门喊：婉婉，我错了，你下来，我们好好谈谈，我们是夫妻啊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按下后座车窗，看着他狼狈的脸，他额上冒汗，领带歪了，哪里还有刚才那种不可一世。顾延伸，我轻声说，3年里你有无数次机会回头，你没有，现在我也不会再回头了。我升起车窗，车子驶离后视镜里，顾延伸被记者团团围住，许巍巍的哭声尖锐刺耳。回到沈家别墅，父亲带我去了那间为我准备了23年的房间，粉紫色窗帘，白色欧式大床，梳妆台上摆着一个破旧的洋娃娃，那是我2岁时最喜欢的玩具，父亲一直留着，你妈妈走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。沈震坐在床边，声音哽咽，他到死都怪我。我说，我找不到女儿，我不配当爸爸，现在爸爸终于把你找回来了，以后谁也不能欺负你。我扑进他怀里，哭了很久。哭完，我洗了脸，换上一件父亲让人准备的白色连衣裙。镜子里的人眉眼清冷，皮肤因为常年操劳有些粗糙，但五官精致，和母亲留下的照片有7分像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3年来的委屈像潮水一样涌回来。3年前，我23岁，刚从青川大学金融系休学回家照顾病重的外婆。外婆去世后，我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打拼。顾延伸当时是顾氏集团的少东，他的车在城郊山路上打滑撞下山坡，我刚好路过，把他从车里拖出来，背着他走了2公里山路。他昏迷不醒，我走了3个小时才找到救援。他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，第一句话是：这个土包子是谁？那时候他还没那么讨厌我，他父母觉得我旺夫，逼他娶我。他那时候还年轻，对父母有依赖，加上我救过他的命，便半推半就答应了。婚礼办得很小，只有2家人。我穿着租来的婚纱，站在他身边，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他那时候还会对我笑，会带我吃路边摊，会说婉婉，等公司稳定了，我给你补一个盛大的婚礼。可那场盛大的婚礼永远没有来。婚后第1年，顾家生意有了起色，顾延伸越来越忙，他开始不回家，开始应酬，开始和各种女人出现在各种场合。我最初还为他找借口，觉得他工作压力大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他衬衫领口发现了一个口红印，我质问他，他摔了杯子。林婉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女人，能嫁给我已经是祖上积德，管好你自己，别整天疑神疑鬼。那是他第1次骂我，后来骂得越来越多，他开始嫌弃我做的菜太土，嫌弃我穿的裙子太廉价，嫌弃我说话带乡音。婆婆李慧娟更是变本加厉，大冬天让我用冷水洗菜，说我手粗皮厚，不配用热水。小姑子顾延宁也常常冷嘲热讽，说我是贴了金的泥腿子。许巍巍是第2年出现的，她是顾氏新聘的品牌总监，名校毕业，气质出众，和顾延伸站在一起，像金童玉女。我第1次见她是在顾家老宅，她笑着递给我一张名片，说顾太太以后请多关照。可她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滩烂泥。没多久，我就在顾延伸手机里看到了他们的聊天记录。他说她就是个乡下女人，连西餐刀叉都不会用，跟你没法比。他还发来一张自拍，背景是他办公室的沙发。我哭了一整夜。第2天，我拿着手机问他，顾延伸，
你是不是出轨了？他抢过手机冷笑，我出轨怎么了？你该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配不配问出这句话。林婉，你要么忍着，要么离婚，但你要想清楚，离了婚，你在这个城市能活下去吗？你养父母早死了，外婆也没了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孤女，谁会要你？我忍了，不是因为怕流落街头，而是因为我还爱他。我以为只要我做得更好，他就会回头。我学做饭，学插花，学礼仪，学化妆，我把自己活成一个标准的好妻子。可顾延伸从不多看我一眼，他带着许薇薇出国度假，带着她出席晚宴，甚至在我生日那天，他扔给我一张银行卡，说你自己去逛街，别烦我。然后他就走了，手机定位显示在许薇薇的公寓。3年里，我像个影子一样活着，顾家所有人都可以对我呼来喝去，连佣人都知道，在顾家，我这个顾太太最没分量。可我没有垮，我每天夜里等顾延伸睡熟后，悄悄去书房。他的手机密码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日期，他的电脑密码是我名字的拼音加他的生日，这些他从来不知道。我把他所有的文件、账目、邮件、聊天记录全部备份。我自学金融知识，考了基金从业资格证，还报了线上金融课程。我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猫，等着某一天把所有东西摊开。现在那一天终于来了。第二天，各大媒体头条果然全是签约会风波，标题一个比一个炸。顾氏总裁带小三出席100亿签约会，甲方大佬沈震当场发飙。我女儿呢？林婉身份惊天逆转，乡下妻子竟是沈氏千金。顾延伸错把凤凰当草鸡，许薇薇插足他人婚姻，被沈震当众骂狐狸精，全网抵制顾氏，股价暴跌，市值蒸发50亿，合作方纷纷终止合作。我坐在沈家书房的真皮沙发上，刷着手机，许薇薇的社交账号被网友攻陷，她紧急关闭了评论。顾延伸公司的官微下面也全是嘲讽。父亲推门进来，递给我一份文件，这是顾氏的股权结构和债务情况。顾延伸为了这个100亿项目，把公司大部分资产抵押给了银行，现在合作告吹，银行抽贷，顾氏资金链最多撑1个月。我接过文件，快速浏览。3年里，我虽然没在顾氏上班，但顾延伸书房从不锁，我经常趁他不在看财务报表。我早就知道顾氏表面光鲜，内里早已千疮百孔。他拼命想抱沈氏大腿，就是为了续命。爸，顾延伸不会坐以待毙。我抬头，他一定会来找我。沈震冷哼一声，他敢来，我让人打断他的腿。我笑了，不用，爸，我要让他自己把顾氏送到我手里。下午，顾延伸果然来了。他没有带许薇薇，独自一人站在沈家别墅外，捧着一大束红玫瑰，神情憔悴。保安不放行，他就站在太阳底下等。我从2楼窗户往下看，他穿着白色衬衫，袖口还带着汗渍，头发凌乱。看见我，他眼睛一亮，仰着头喊：婉婉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下来好不好？我们好好谈谈。这3年是我混蛋，我鬼迷心窍，是许薇薇勾引我的。我马上把他赶出公司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没动，他喊了10分钟，嗓子哑了。天空下起雨，他淋得透湿，玫瑰花瓣被打落一地。父亲走过来，递给我一杯热茶。不下去。我摇头。他如果以为淋一场雨就能抵消3年的伤害，那他太天真了。最终我还是下去了，不是心软，而是有些话必须当面说清。我撑着一把黑伞走到他面前，他浑身湿透，眼神像条被抛弃的狗。婉婉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我知道我以前是畜生，但我是爱你的，
我和许薇薇只是玩玩，我从来没想过离婚。没想过离婚。我打断他，去年我生日那天，你带着许薇薇去巴厘岛度假，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你给她买3克拉钻戒，给我买超市促销的洗发水。顾延伸，你敢不敢当着我的面说，你没想过跟我离婚，好娶她？他语塞，你手机里有个加密相册，里面全是他的照片，你们在办公室接吻，在酒店开房，在顾家老宅我的床上滚床单，我全都知道。我声音平静，像在说别人的事。我忍了3年，不是为了听你今天来重新开始，我忍是因为我还爱过你，但现在那份爱早被你们糟蹋光了。顾延伸脸色灰败，猛地抓住我的手，婉婉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可以改。许薇薇我已经赶走了，她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明天就发声明，承认你是我唯一的太太。我抽回手，擦掉他蹭上去的雨水。顾延伸，离婚协议书我今晚会让人送到你公司，我只要顾氏51%的股份，还有你名下所有房产的1半。你放心，这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他瞳孔一缩，你疯了吗？51%，那顾氏就变成你的了。你出轨，按照婚姻法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，我本该拿1半，再加上你在顾氏任职期间涉嫌挪用公款、财务造假，如果我把证据交给经侦，你觉得你还能剩下什么？他踉跄后退一步，你怎么会有那些证据？我笑了笑，因为结婚3年，你以为我在家里只会做饭洗衣，其实我一直在看书、考试、学习。你书房里的文件，我每一份都复印过，你手机里的聊天记录，我半夜趁你睡着时全部备份。顾延伸，你不是嫌弃我乡下来的没文化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沈婉是青川大学金融系毕业的，只是外婆病了，我休学照顾她，才没拿到毕业证。后来为了嫁给你，我放弃了复学，可这3年，我一天都没有停止学习。他像见了鬼一样看着我，雨越下越大，我转身往回走，留下最后一句话，明天上午10点，我的律师会到顾氏，你如果拒签，我会把证据交给警方，你自己选。第2天，顾延伸没有拒签，他舍不得坐牢，顾氏集团51%的股份归我，他名下3套房产、2辆豪车、几个海外账户全部冻结分割。签完字，他瘫在椅子上，像被抽去了脊梁。我拿走自己的那枚钻戒，扔进他面前的垃圾桶。这个你买给许薇薇的，我从来不要。走出顾氏大楼，阳光刺眼，我抬头，第一次觉得天空这么蓝。离婚消息传开，顾家炸了锅。我婆婆李慧娟是最势利的人，3年前她逼顾延伸娶我，只是因为算命先生说我旺夫命，能救顾家。后来顾家生意好转，她便觉得我没用了，开始百般挑刺。得知我是沈氏千金后，她第一个冲到沈家别墅，跪在地上抱住我的腿号，陶大哭，婉婉啊，妈的好儿媳，都是妈不好，你回来吧，妈给你跪下。顾家不能没有你啊。我看着他那张涂着厚重粉底的脸，只觉得可笑。以前他把我当丫鬟使唤，大冬天让我用冷水洗菜，说我手粗皮厚，不配用热水。现在他跪在我面前，说我是他的好儿媳。顾老夫人，我冷冷道，我和顾延伸已经离婚了，您再闹，我就让人把您请出去。他不死心，开始撒泼，你是我顾家的人，生是顾家人，死是顾家鬼，离什么婚，我不认。我爸从楼上下来，手里拿着手机，李慧娟，
你刚说的话我录下来了，再纠缠，我告你私闯民宅。他立刻闭嘴，灰溜溜走了。顾延伸的父亲顾建国也来找过我，试图用夫妻情分打动我。他比李慧娟精明，说婉婉，延伸是犯了错，但男人哪有不犯错的？你给他一个机会，将来顾氏就是你的。你现在拿走顾氏股份，外人会说你不念旧情。我笑了，顾叔，您儿子带着小三去签约会，当众给我难堪。旧情，他给我的旧情就是3年冷暴力和劈腿，你让我念旧情，不觉得太迟了吗？他脸色难看，最后撂下一句，你会后悔的。然后他们开始出招了，顾延伸暗中联系媒体，散布我伪造身份，联合外人侵吞顾氏家产的假新闻。许薇薇也跳出来开直播哭诉，说我仗势欺人，陷害他，还晒出一些伪造的聊天记录，暗示我婚内出轨。父亲看到新闻，气得拍桌子，我按住他，爸，别急，他们越是跳，越好收拾。我早就料到他们会反扑，3年里，我把顾延伸和许薇薇的聊天记录、开房记录、转账流水全部备份在云端，还有顾延伸财务造假的账目复印件。更关键的是，我找到了许薇薇的真实身份。许薇薇原名许彤，是顾氏竞争对手江氏集团的营销总监。她3年前被江家安排接近顾延伸，目的就是窃取顾氏核心数据，搞垮顾氏。她一边和顾延伸谈情说爱，一边把顾氏的新能源技术资料卖给江氏。这些证据是我从顾延伸书房的加密文件夹里找到的，他可能到死都想不到，他用来防备外人的密码，我早就破解了。他的手机密码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日期，多讽刺！我花了1周时间整理材料，通过审视的法务团队向警方报案，同时向媒体提供了许薇薇商业间谍的证据。第2天，警方带走许薇薇，她穿着睡衣被拖出公寓，妆都花了，对着镜头尖叫，我是冤枉的，林婉那个贱人陷害我，延伸救我，顾延伸没有救他，他公司已经焦头烂额，哪有空管他？但在看守所里，许薇薇反咬一口，说他偷资料都是顾延伸指使的。顾延伸为了骗取沈氏投资，故意让他窃取竞争对手数据，他还爆出顾延伸曾让他陪多名高官喝酒，甚至涉嫌行贿。顾延伸被警方传唤，他慌了，打电话求我，婉婉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撤诉好不好？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公司、房子、车子都给你，你就救我。我握着手机，声音平静，顾延伸，3年前我救过你一条命，你出车祸，是我把你从车里拖出来，背着你走了2公里山路，可你怎么对我的？你忘记了吗？电话那头沉默，只有急促的呼吸。我当时也想，你会不会有一天良心发现，回头看看我？结果没有。你甚至不知道，那天你醒过来第一句话是，这个土包子是谁？顾延伸，你连救你命的人都记不住，你还有什么脸求我？我挂断电话，眼泪终于掉下来，但心里却痛快。顾家的反扑没有停止，顾建国花重金请了金牌律师，试图把顾延伸捞出来。他们甚至找到我的养父母的远房亲戚，想证明我冒认沈氏千金，但沈震早有准备，警方 DNA 鉴定、出生证明、当年走失案卷宗一样不缺。顾家的招数像打在棉花上，毫无用处。更精彩的是，我放出了第2波证据。这次我通过晚风资本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段录音，那是3个月前许薇薇给我打电话时说的话。
当时他不知道我手机有自动录音功能，在电话里趾高气扬地说：林婉，你以为你占着顾太太的位置就是赢家吗？延伸早就想跟你离婚了，只是你太不要脸，死赖着不走。你知道他昨晚在哪吗？在我床上。他说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，你最好自己滚出去，别等我们把你扫地出门。这段录音一出，全网哗然。许薇薇插足者的形象彻底坐实，连顾家请的律师都露出尴尬神色。紧接着，我又放出一组顾延伸和许薇薇在顾家老宅卧室的亲密照片。照片里，顾延伸把许薇薇抱在怀里，笑得温柔，而我当时正在楼下厨房给他们做饭。舆论彻底反转。顾延伸从被前妻算计的可怜男人，变成了婚内出轨、包养小三、涉嫌商业犯罪的人渣。顾氏股价再次暴跌，银行抽贷，合作方全部终止。顾建国急火攻心，晕倒住院。李慧娟在媒体面前哭诉我赶尽杀绝，可网友骂她教子无方，活该。1个月后，顾延伸在看守所里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信纸皱巴巴的，字迹潦草。婉婉，我后悔了，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想起你以前给我做的醒酒汤，你能不能来看看我？我求你了，我不想要公司，我只想再见你一面。我没有回信。开庭那天，我去了。顾延伸穿着灰色囚服，胡茬青黑，眼窝深陷，整个人像老了10岁。他看到旁听席上的我，嘴唇动了动，眼眶发红。法官宣判，顾延伸犯挪用公款罪、行贿罪、虚开发票罪、偷税漏税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并处罚金2亿元。顾氏集团破产清算，由沈氏集团旗下晚丰资本收购重组。退庭时，他被人压着从侧门走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有恨，有悔，也有绝望。我心里没有快意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。顾建国和李慧娟因为包庇、转移资产，也被警方带走调查。顾家老宅被查封拍卖，我花了3000万买了下来，没人知道为什么。其实我买下它，只是想拆掉那个曾经锁住我的卧室。许薇薇被判了5年，但她没能在监狱里待满，因为在狱中与人斗殴，她被人打伤了脸，伤口感染，半边脸毁了。她在狱中精神崩溃，整天喊着我是顾太太，被转到精神病院。我去过精神病院1次，她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，蹲在墙角，头发枯黄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延伸说会娶我的。那个乡下女人配不上她，我是顾太太。旁边的护工低声告诉我，她夜里总做噩梦，说林婉变成鬼来索命。我看着她，心里没有同情。她当初插足我的婚姻，发短信羞辱我。林婉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延伸说看见你就恶心。他还故意在我生日那天约顾延伸去开房，然后把床照发给我。那些照片我至今没删。许薇薇，我开口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输，不是因为你不够漂亮，也不是因为你不够狠，是因为你永远把幸福建立在破坏别人家庭上。你得到顾延伸，可他是个人渣，你抢到的东西从来都是我不要的。他猛地抬头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突然扑过来尖叫，是你，林婉，是你害我，我要杀了你。护工赶紧按住他，我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他撕心裂肺的哭声。3年后，沈氏集团在父亲的支持下拆分出晚丰资本，由我出任 CEO。 我们收购了顾氏，重组为晚丰科技，主攻新能源和人工智能。公司上市那天，我穿着白色西装站在港交所敲钟，台下闪光灯如星海，
父亲坐在第一排，笑得满脸是泪。有记者问：沈总，您从全职太太到上市公司 CEO 只用了3年，您最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什么？我对着镜头微笑着说：谢谢他没有死。后来我遇到一个人，他是沈氏海外投资部的副总裁，叫陆衍。一次商务晚宴上，他端着酒杯走过来，说：沈总，久仰大名，听说你以前是金融系学霸，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青川大学图书馆，你曾经帮我占过座。我愣住了，记忆深处有个模糊的影子，青川大学图书馆，一个男生总是坐在我对面，我们没说过几句话，但他会在闭馆时帮我拿外套。你是那个师兄？我惊讶。他笑，对，我一直以为你毕业后会进投行，没想到你消失了。后来在新闻里看到你，才知道你经历了那么多。沈婉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坚强。我们慢慢熟了起来，他会在我加班到深夜时送一壶热汤，会在我被媒体围堵时挡在我前面，会在我开会忘记吃饭时把饭盒放在我手边。他从不催我，不逼我，只是安静地陪着我。父亲很喜欢他，说陆衍这孩子不错，稳重，有分寸。婉婉，你可以试试。我笑着摇头，再等等吧，我现在想先把自己活明白。结果第2天，陆衍就拿着一个丝绒盒子站在我办公室门口，单膝跪地：沈婉，我知道你受过伤，所以我不急，但我想先预定你往后余生的第1顺位，可以吗？盒子里不是钻戒，是一枚胸针蓝宝石，和顾延伸曾经戴过的袖扣一模一样。我心里一颤，他看出来了。我知道你每次看到蓝宝石都会出神，他说，所以我想用新的蓝宝石覆盖你的旧回忆，你愿意吗？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睛，突然笑了，伸手拿起那枚胸针，我愿意试试。那天晚上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照片是胸针和2杯咖啡，配文新的开始。几分钟后，父亲评论：女儿，爸爸永远支持你。我关掉手机，抬头看窗外，城市的灯火像一条永不熄灭的星河。我知道，那个在乡下泥地里打滚的女孩，终于活成了自己的光。故事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，但命运总喜欢给恶人最后一击。顾延伸没有死在监狱里，他在判决后上诉，理由是量刑过重，2审维持原判。他开始在狱中写日记，字字血泪，说如果当初没有背叛林婉，现在该多好。这些日记被狱警截获，辗转到了我手里，我看了2页就合上了，不是不忍心，而是觉得可笑。一个把妻子当抹布的人，在失去一切后才说后悔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还轻贱。他还在狱中绝食过，被强制输液，也试图让律师联系我，说愿意把故事剩余资产全部送给我，只求我原谅他。我让律师转告他一句话：我不需要你的原谅，也不需要你的资产。顾延伸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我要的只是你把我当人看，可你没做到。1年后，顾延伸在狱中突发胃出血，送医途中死亡，据说是长期饮食不规律加上精神崩溃导致。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沈氏集团顶层办公室看文件，秘书敲门问：沈总，顾延伸的事，您要发表什么声明吗？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如织的车流，沉默了很久。不用。我转过身，眼睛干涩，人都没了，过去的账就算了，其实我不悲伤，也不高兴。那个人曾经是我少女时代全部的梦，后来成了我3年婚姻里的全部噩梦。现在他死了，我只觉得肩上一轻。我始终记得外婆，她是我养母的母亲，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太太，却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。
他不知道我不是他亲外孙女，只知道我是他女儿抱回来的孩子。他省吃俭用供我读书，冬天给我织毛线袜，夏天给我扇扇子。我考上清川大学那天，他高兴地煮了2个红鸡蛋。他走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我的照片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病重时，顾延伸连1分钱医药费都没出，他甚至没来看过一眼。外婆葬礼那天，他忙着陪许薇薇过生日，这件事我记了3年。现在，我以晚风科技的名义，在南方乡下建了一所希望小学，命名林晚小学。我在开学典礼上说，我外婆说，女孩子读书才能有出路。她没读过书，但她比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。我希望你们记住，无论你从哪里来，你都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台下坐着的那些小女孩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父亲沈震是我生命中的光，找到我之后，他几乎把亏欠了23年的父爱一次性补给了我。他会在我开会时给我发消息说晚晚，吃饭了吗？会在我熬夜时让厨房炖好燕窝送到办公室，会在我被媒体围堵时亲自开车来接我。有一次我问他，爸，如果我还是那个乡下女孩，你还会认我吗？他握着我的手说，你是我女儿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你都是我女儿。爸爸找了你23年，不是为了找一个继承人，是为了找到你。我哭了，那一刻，我知道，真正的亲人不需要你去证明什么，他只想你好。后来，我把父亲公司的名字改了，原来叫沈氏集团，我加了1个字，叫沈婉集团。父亲说，你妈妈姓婉，你叫婉婉，这个名字好。他笑着笑着就哭了。我知道他想妈妈了。妈妈在女儿走丢后一病不起，撑了5年还是走了。父亲说，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在妈妈有生之年找到我。现在他用我的名字纪念他。晚风科技上市后，我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赛道。顾氏当年做新能源，核心技术其实不错，只是经营不善，加上贪腐严重。我收购后，重新组建研发团队，高薪挖来行业顶尖人才。公司第1款产品是一款家用太阳能储能系统，上市3个月销量破10万台。业内有人说，沈婉不是来报仇的，他是来降维打击的。我笑笑，不置可否。许薇薇背后的江氏集团在商业间谍案曝光后也受到重创，我通过法律手段追回了被窃取的技术专利，还反诉江氏不正当竞争。江氏董事长亲自来道歉，希望和解。我提了一个条件，公开承认商业间谍行为，赔偿损失，并退出新能源领域。他咬咬牙答应了。从此江氏在新能源领域销声匿迹。陆衍在这个过程中帮了我很多，他是海外投资部出身，擅长资本运作和国际并购。我们联手做了一个跨境并购项目，把一家德国新能源初创公司纳入旗下。项目签约那天，他问我要不要庆祝，我说去清川大学走走吧，我想吃学校后门那家酸辣粉。他笑了，好，我请你。我们在大学校园里逛了一下午，他指着一棵梧桐树说，你以前总坐在那里看书，我每次经过都多看几眼。我惊讶，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？他说，因为那时候我就喜欢你，只是你后来突然消失了，我还没来得及表白。我脸一红，低头笑了。顾延伸死后，我让人处理了他的后事，李慧娟精神恍惚，被远房亲戚接走了。顾建国在狱中病重，保外就医，出来没多久也走了。顾家老宅被我拆掉重建，变成了一家公益美术馆，免费开放给市民。我在那里办过一场展览，主题叫废墟与新生，
展馆中央放着我当年从顾家带出来的那件服务生马甲，旁边写着一行字：没有人能定义你是谁，除了你自己。很多人来看，有年轻人，也有全职妈妈。他们说，看到那件马甲就想哭。我站在角落里，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，心里很平静。我知道，过去已经翻篇，那些痛，那些泪，那些深夜的挣扎，都成了我身体里的一部分。他们没有把我击垮，反而让我更坚韧。陆衍问我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也有事情瞒着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说，只要不是出轨和欺骗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。他笑，我永远不会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慢慢相信了。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就讲完了，没有真正的结局，因为生活还在继续。但那个在签约会上被香槟淋湿的女孩，已经从废墟里站了起来。她不再是谁的附属品，不再是谁的笑柄，她是沈婉，是沈震的女儿，是晚风科技的总裁，是她自己的光。如果有一天你也在人生的低谷里挣扎，请记住，那些打不倒你的，终将使你更强大，而你永远值得被爱，值得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番外，外婆的桂花酿。婚礼定在9月，外婆坟前的桂花树开得正好。陆衍问，我想去哪里办婚礼？我想也没想，就说回清溪村，在外婆坟前拜一拜，然后在村里摆流水席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说，好，那我让人去准备。他从来不会问我为什么不去5星级酒店，或者会不会太寒酸。他说，只要是我想要的，就是他想要的。婚礼前3天，我先回了清溪村，父亲沈震执意要跟着，他说他想看看我长大的地方。我们开着车，从高速转到省道，再转到盘山公路，山路窄得像一根被风吹弯的带子。父亲坐在副驾驶，一直盯着窗外看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的女儿就是在这种地方长大的。车子停在村口，一群孩子围上来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喊，婉婉姐姐回来了。他们都穿着半旧的衣服，脸被山风吹得通红，眼睛却亮晶晶的。我蹲下来，从包里掏出一大袋水果糖分给他们。父亲站在我身后，悄悄擦了擦眼角。外婆的坟在村后半山坡上，是一方矮矮的土堆，坟前立着一块青石碑，上面刻着临门陈氏桂香之墓。碑是我3年前重立的，就碑上的字已经风化得模糊不清。坟旁那棵桂花树，是外婆去世那年我自己种下的，如今已经长得比人还高，树冠如盖，细碎的金色花瓣落了一地。我跪在坟前，摆上外婆爱吃的桂花糕，一壶新酿的桂花酒，还有她给我做的最后一件毛线袜。袜子已经有些旧了，但我一直收着。外婆，婉婉回来看你了。我轻声说，我要结婚了。她叫陆衍，对我很好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不会再委屈自己了。山风穿过桂花树，沙沙作响，像外婆在应我。父亲在坟前深深鞠了一躬，说，桂香大姐，谢谢你把婉婉养大，你对她的恩情，沈家用一辈子来还。他没有说，如果当年没有走丢之类的话，我们都不说那些。有些伤疤，结了痂，就不必再揭开。那天傍晚，我和陆衍走在村里的泥巴路上，他还是那副文质彬彬的样子，深灰色衬衫，袖口挽到手腕，皮鞋上沾了黄泥也毫不在意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路边的老阿婆眯着眼看我，用方言喊，婉婉，带对象回来了。我笑着应，是咧，阿婆。陆衍也学着我的样子喊，阿婆好。
老阿婆笑得牙床都露出来。你以前就住这里？她指着一间已经坍塌的土坯房问。我点头，对，外婆和我就住这儿，夏天漏雨，冬天透风，但外婆会把火塘烧得很旺，我趴在她膝盖上写作业，她给我包烤红薯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握住我的手，婉婉，你受苦了。我摇头，不苦，有外婆在就不苦。晚上，我们住在村里的小学宿舍，那是临晚小学的教师宿舍，因为还没开学，空着几间。陆岩把行军床铺好，又去井边打水，他笨拙地摇着轱辘，水桶晃晃悠悠往上提，洒了一身。我笑他，陆总，你们海外投行部的人就是这样打水的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故作严肃，沈总，请尊重一下正在体验民间疾苦的投资人。我们并肩坐在旗杆下，头顶是漫天的星，城里的星星没有这么亮。陆衍忽然说，婉婉，你外婆一定很爱你。我嗯了一声，他又说，以后我也会很爱你，不，我会比你外婆更爱你，让你把以前缺的那些爱一点一点补回来。我靠在他肩上，什么也没说。风从山谷吹来，带着桂花的甜香，吹得人想流泪。婚礼那天天气格外好，陆衍在村口的晒谷场上搭了一个白色的棚子，摆了几十张从村民家里借来的八仙桌，没有香槟塔，没有水晶灯，没有财经记者，来的是村里的乡亲、小学的老师、陆衍的家人，还有父亲和沈氏的几个老部下。沈震坐在最前面，旁边空着2个位子，一个放着外婆的遗像，一个放着母亲的遗像。陆衍请了村里唯一一支民乐队，吹唢呐、拉二胡、敲锣打鼓。他穿着黑色西装，我穿着从县城租来的白色婚纱，头上别着一枝桂花。他掀开棚子的帘子时，司仪用蹩脚的普通话喊，新郎官来歌，全场哄笑。陆衍走到我面前，单膝跪地，打开戒指盒，那是一枚很简单的银戒，内圈刻着晚风雨露。他说，沈婉，嫁给我，以后的风雨我替你挡。我笑着伸出手，陆衍，你最好说话算话。他把戒指戴在我手上，起身抱住我，在乡亲们的起哄声里吻了我的额头。敬酒的时候，我们走到父亲面前，沈震红着眼站起来，把我拉到身边，对陆衍说，陆衍，我把婉婉交给你，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沈震第一个不放过你。陆衍郑重地鞠了一躬，爸，您放心，如果有一天我让婉婉受了委屈，我自己会第一个不放过自己。父亲拍了拍他的肩，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。我小声说，爸，你少喝点。他摆摆手，今天高兴，必须喝。宴席从中午一直热闹到天黑，村里的女人们帮着炒菜，男人们搬桌子，孩子们在棚子里钻来钻去。陆衍喝的有点多，脸泛红，拉着村小的校长说，以后学校有什么需要，您直接给我打电话，不用经过婉婉。校长也喝多了，拍着他的肩，婉婉这姑娘是我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，你可得对她好。陆衍头点得像捣蒜。我在旁边听着，忍不住笑，这个人平时在谈判桌上舌灿莲花，这会儿却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。夜深了，宾客渐渐散去，陆衍拉着我走到桂花树下，说，你猜我刚才对着这棵树许了什么愿？我摇头，他认真地说，我许愿下辈子还能遇见你，而且要在你受苦之前就找到你。我鼻子一酸，扑进他怀里。陆衍，你怎么这么讨厌，非得把我弄哭？
他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，轻声说：“不哭，不哭，以后每一天都是甜的。”蜜月，我们没有去国外，而是在南方几个小镇转了一圈。陆演说，想看看我小时候走过的路。我们去了青川大学，吃了后门那家酸辣粉，去了我打过工的奶茶店，老板还记得我，送了我们2杯招牌奶茶，去了外婆带我去过的庙会，虽然早就散了，但我们在旧址上走了很久。回程的飞机上，我靠在陆演肩上假寐，他忽然说：“婉婉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”我睁开眼，他有些不好意思。我想每年9月我们都回清溪村住几天，给外婆扫墓，看看学校的孩子们。我看着他笑了，好，每年都回。飞机舷窗外白云如海，我闭上眼睛，想起很多年前，外婆坐在桂花树下，用粗糙的手包着豆角，嘴里念叨：“我们婉婉将来要嫁个好人，疼你爱你，不让你吃苦。”那时候我不信，后来我信了，又不敢信，现在我终于信了。外婆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很好，很幸福。那个从土坯房里走出来的姑娘，终于找到自己的光了。番外完。